大家好，这里是疯牛爱世界。同样的年纪，不一样的童年。前段时间跟一位老大爷聊天，他说现在的孩子不如过去的孩子好带了。过去一个人带一堆孩子很轻松，现在一家人带一个孩子，忙得人仰马翻。我笑着说，每个家庭不都这样吗？他很感慨地说，现在的孩子们跟旧社会时候相比，真是掉伏窝里了。吃的穿的玩的应有尽有，不重样。想想过去的孩子太苦了。旧社会，一个遥远又熟悉的词，从老大爷的话语中了解到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是怎样生活的，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。为此，小编搜集了一些旧社会儿童的生活老照片，很有年代感，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，看看旧社会的孩子们过着怎样的童年。有些画面看了让人心疼，活着真是太不容易了。这张照片是美国摄影师甘博于1919年在北京潭柘寺附近拍到的。4个小男孩，最大的10几岁，最小的才几岁。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竹篓，里面装着从山上采摘的坚果，背到山下去卖。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对生活的不屈。1917年，美国摄影师甘博登上泰山考察，在上山的台阶边，他看到一个独自乞讨谋生的小男孩，看上去有4、5岁光景，面前放着一个草编的布团，上面压着一块石头。虽然坐在路边乞讨，但小男孩不卑不亢。看到这张照片让人泪目。清朝末年，上海街头，江湖艺人正在表演节目，男子身材魁梧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他的儿子年纪不大，但身手也很了得，双脚压在一根红缨枪上，这功夫一定练了很长时间，也吃了不少苦。跟随大人走南闯北，风餐露宿，真是不容易。这画面太揪心了。1946年，湖南，一个6、7岁的小男孩被晕在路边的道崖上，父母在大饥荒中饿死了，他无依无靠，只能沿街乞讨，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衣，全部家当就是手里的碗，即使饿晕了，他仍紧紧握着自己的碗筷。甘肃兰州一条土路上有3个10份的孩子，他们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肩上背着一个大竹篓。天气寒冷，其中一个孩子把手插在袖管里。过去种田没有化肥，10份做成农家肥。这几个孩子一大早就出门10份。一名到兰州考察的外国摄影师拍下这张照片。在河边洗衣服的小女孩是一名童养媳。在旧社会，童养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、幼女，待到成年正式结婚。童养媳在清代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。贫穷的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，就把她给了人家当童养媳，太可怜了。一名富家小姐身穿华服，气质不凡，而站在她身边的小女孩是一个通房丫头。她从小跟随并服侍女主人，并跟随女主人出嫁到男方家。作为通房丫头，她要继续服侍女主人，随叫随到，地位可能比普通丫头高一些，但是结局和命运大多都不怎么好。一个小男孩，他在地上乞讨，他身上的棉衣破得露出了棉絮，脸上和身上沾满了尘土，面前放着一只瓷碗，还有别人施舍给他的一些零钱。当摄影师对着他拍照时，小男孩仰起头，他第一次看到相机，好奇地盯着镜头看。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的甘肃，一位小女孩背着自己的弟弟，身边是她的妹妹，3人在路边乞讨。他们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棉衣，没有鞋子，光着脚，露出2条腿。如此寒冷的冬天，怎能受得了？旧社会的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，日子过得真是太作难了。一个6、7岁的小男孩牵着一头骡子，正在地里干活，他光着上身和脚，骡子拉着一块石板，将播下的种子用土覆盖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能帮家里干农活了，而且干得有模有样。上世纪30年代，在成都街头，一名5、6岁的小男孩帮父亲送货，他拉着一根绳子在前面走，他的父亲推着装有货物的独轮车。不少路人看到这一幕，
都纷纷驻足围观，夸奖这个孩子太懂事了，是父亲的好帮手。这个4、5岁的小男孩光着脚，戴着硕大的草帽，扛着锄头和箩筐，站在田间地头。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会除草帮家里干活了，真是不简单。清朝末年，福建一群被拐卖的儿童获救后站在一起拍照，然后当地政府将他们的照片印在告示上，到处分发，方便家长们认领自己的孩子。他们是那么小，大的才5、6岁，小的刚学会走路。上世纪30年代，陕西临潼，一位小姐姐正在河边的石头上洗衣服，她还要照看自己的3个弟弟。3个小男孩还不算淘气，他们坐在河边的沙地上，陪着姐姐洗衣服。旧社会的女孩子从小就开始裹脚，照片中这个小姑娘才6、7岁，她的母亲正用布条将她的脚包裹起来。小姑娘还不谙世事，她听话地坐在板凳上，看到摄影师对着她拍照，扭过脸好奇地看着镜头。这张照片拍摄于河南开封，当时兄弟2人正在自家的窝棚前吃饭，他们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衣，上面有大块的补丁，2人手里端着粗瓷碗，地上的瓷碗里的饭已经吃完了，这画面看了让人心酸。成都郊外，一个小男孩正在路边摆摊，桌子上摆放着很多梨子，他应该是帮家人看摊的，小年纪，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小老板。一个饿极了的小男孩跑到一家饭馆门口，端起桌上别人吃剩下的粥，大口喝起来。由于太饥饿，碗里的粥一不小心洒到了地上，他看着地上的饭渍，脸上的表情怅然若失。民国市井，河北定县，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不知道犯了什么错，被罚戴上指甲站在街边示众。指甲虽然没有木夹沉重，但具有同样的惩罚效果。小男孩双手下垂，站在路边，很无助的感觉。旧社会里，很多家庭里的孩子有好几个，父母平时忙于干活，没办法带孩子，于是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年龄大一点的哥哥和姐姐身上。不论走到哪里，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弟弟和妹妹。照片里2个小孩子手里拿着别人给他们的馒头。1919年，北京一处矿场，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正在吃烙饼，他双手沾满灰尘，为了不弄脏烙饼，他用一块布包着吃。矿井里非常炎热，他身上只有上衣。看到摄影师拍照，他显得不好意思。民国初年，天津，一群孩子正排着队领取救济物品。当时的天津发生了水灾，成了一片泽国。一些慈善机构专门为孩子们提供救济物品。照片中这个孩子也是对摄影师的相机很感兴趣，走出队列，站在路边仔细端详。这个6、7岁的小男孩正在一家玉石作坊里上班，由于个子太矮，他还在凳子上垫了一块坐垫。别看他年纪很小，操作机器十分娴熟，有了这份工作，获得的微薄薪水用来贴补家用。旧社会里的学校叫私塾，照片中这些孩子们坐在大方桌前，正在听老师上课。他们年纪大小不一，学习的课程也不一样，这样的学习环境和现在宽敞明亮的新式教室根本没法比。过去一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，不是去干农活，就是去放牛。放牛一般在山坡或者在河边沟渠附近，等牛儿吃饱喝足，再牵着牛回家。你小时候放过牛和羊吗？上世纪40年代，广西梧州一家孤儿院里，2个小男孩抬着一只空饭桶送到厨房。他们看上去只有3、4岁，抬着很粗的竹杠和木桶，看上去很有趣。1930年，一个小男孩站在大人跟前，他身穿棉衣，肩膀上挎着一个破了的铁圈，修复好了，可以用来滚铁环。他手里还牵着一个带绳子的玩具。看到摄影师，他的脸上露出了可爱的笑容。一位母亲把孩子按在腿上，就着小河里的水洗脸。过去的孩子们
早晨起来洗脸，都是去小河沟或池塘边，那时候的水很清澈，也很干净。3个孩子手里都拿着一把镰刀，他们结伴到山上打猪草，带回家里喂猪。其中一名男孩身上披着秸秆做的蓑衣，穿上很轻，既能遮阳又能挡雨。在土地庙前的空地，有2个孩子正赶着一群大黑猪在觅食。天气炎热，一个孩子光着上身，另一个孩子什么也没穿。这画面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还能见到。30年代，河北定县，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站在院子里，他身上穿着棉衣，腰间系着一个围裙。奇怪的是，围裙的绳子是系在前面的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30年代，广西梧州，4个小男孩坐在一个飞机副油箱上，他们正在玩开飞机。当时的孩子们没有什么可玩的，而这个副油箱成了他们最好的玩具。甘肃兰州，黄河边上，3个男子坐在羊皮筏上。别看他们年纪小，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水手。他们驾驶羊皮筏子，轻松渡过黄河。写在最后，当你看到这些孩子们苦难的生活场景，你会作何感想？那时候的孩子们真是太不容易了。过去已成为历史，现在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看看过去人们的苦难，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，珍惜正在拥有的幸福生活啊！好了，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